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你明明非常的努力，却始终摆脱不了贫穷呢？如果说不是为了流量哈，我打算把我知道的这个原因一直陪我到死，我也不会讲出来哈。但是今天我豁出去了。先说观点，全世界80%的穷人，他们的贫穷绝非偶然，而是被精心设计出来的。之前的一个美国的一位作家叫芭芭拉，你们可以查一下，他花了整整1年的时间，假扮底层人，就是打工的人，在餐厅当服务员，在酒店当保洁清洁工，最后却得出了一个颠覆认知的一个结论，是底层人，底层的劳动者无法翻身，根本就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，而是有人故意设置了4道看不见的隐形墙，把普通人死死的困在了这个底层。那么这4个极其隐藏的非常深的这个贫穷的陷阱，每一个都在悄悄的掏空你的钱包。第一个陷阱叫什么？叫做垃圾桶陷阱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让你把你花的钱完全花在不值得花的地方。你有没有发现哈，你身边月薪3-4千块钱的朋友，手机那必须得用新款的 iPhone， 喝咖啡一定要去星巴克，买衣服非名牌不穿，明明收入不高，消费呢却比中产阶级还要高。这就是资本精心设计的心理陷阱。他们通过广告洗脑，让普通人相信你买什么你就能成为什么阶级的人，喝星巴克那就是精英，用苹果手机那就是成功人士。然后呢，无数的打工人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底层，拼了命的去买这些昂贵的身份象征。那么更可怕的是什么啊？这种消费观念已经渗透到你的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比方说什么欠自己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人生只有一次奢华的婚礼，看似这些励志的口号，实际上都是在掏空你自己兜里的积蓄。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哈，前几天看到的，中国将近有6亿人，他的月收入不足1000元，但是奢侈品的消费却位居全球第2，说明什么事儿？说明太多的人都在用未来的钱购买当下现在根本不匹配的生活方式。再说第2个陷阱，叫做奶头乐陷阱。这个词最早应该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。当时的美国它的贫富差距是非常的大的，那么底层老百姓的怨气很大，马上快要爆发了。然后呢，某些人因为害怕这个会发生动乱嘛，就想出了一个更恶毒毒辣的办法，用最便宜的娱乐去麻痹大众，什么电子游戏啊、电视节目、脱口秀啊，就像给婴儿的嘴上去喂那个奶嘴一样，让人能够获得短暂的快乐，但是呢，没有任何的营养价值。但是更关键的是，这些娱乐会让人上瘾，让人沉浸在这些虚假的满足当中，忘记思考现实的问题。到了今天，奶头乐的陷阱变得更加的隐蔽和高效，短视频、手机游戏啊、直播带货，每一个都是精心设计的一个时间黑洞。之前有一个数据显示哈，低收入的群体每天刷短视频的时间要比高收入群体多出1个半小时。你想一想，很恐怖的数字。一个人如果就是每天花5-6个小时去刷抖音，剩下的时间还够学习，还够提升自己的吗？根本就没时间。所以说资本就是让你沉浸在这些廉价的快乐里面，让你没有时间去思考自己如何改变命运啊！更狠的是，现在连孩子都被这套体系给框架住了。很多的家长为了图省事儿，直接把手机一丢给孩子，让他们从小就沉浸在这个游戏和这个短视频的虚拟世界里面。这些孩子长大之后呢，你会发现思维能力和他的专注力都会被严重的剥削和削弱，很难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。再讲第3个陷阱，叫做老鼠赛道陷阱。这个概念出自于著名的《富爸爸穷爸爸》这本书，应该都看过吧？就是说一个人拼命的工作赚钱，然后用赚来的钱拿到更高的支付账单去消费，然后呢，为了还账又要拼命的去工作，就像笼子里面的那个老鼠跑得再快，它只能在原地打转一样。但是现在呢，它这个情况比书里面描写的还要更加的严重，因为无底线的内卷，很多的员工被压缩的刚刚够你的生活的水平，他的工资每个月工资到手，付完房租、水电、生活的必需品，
几乎就是所剩无几了。更要命的是，工作几乎占据了你所有的时间和你的精力。早上7点起床，晚上10点下班，996啊，周末还要加班，这样的生活节奏下，哪里还有时间去学习什么新的技能、拓展人脉、寻找机会呢？根本就没有。你看那些写字楼里面那些光鲜亮丽的白领，表面光鲜亮丽，实际上跟几十年前的女工、工厂的女工有什么区别呢？没有，每天重复着机械化的工作，收入呢刚好去维持这个自己的基本生活，但是永远存不下钱，这是一个现状，也接触不到自己就是想要跨越阶级的贵人和机遇，根本就没有。这种陷阱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它让人产生一种错觉，觉得自己非常的忙，每天非常的充实，好像天天都在努力奋斗，但实际呢只是在做无效的勤奋罢了，永远无法积累到真正的财富和自己的资源。再讲第4个陷阱，肖申克的陷阱。这个名字来自于就是经典的电影《肖申克的救赎》，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哈？电影里面有一个主角叫做布鲁克斯啊，他是一个老头，他在监狱里面待了50年，已经完全习惯了被灌输的那种的安排的生活。当他重获自由之后，面对这个外面的世界的大反转，感觉到恐惧和无比的绝望，最终选择了，对吧？就走了。现实当中呢，有很多人就像这个布鲁斯克是一样的，他们长期固定在一个环境里面，按照固定的游戏规则在生活，逐渐就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主动去选择的能力。当环境发生改变的时候，他们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前几年有一个新闻，高速公路取消人工收费的时候，有一个大姐干了30年的收费员，面对镜头的采访那是痛哭流涕啊，说自己除了那个收费啊什么都不会，不知道以后该怎么生活。就这种现象啊，在各行各业里面都是存在的。很多人在一个岗位上一待就是待了几十年，看似经验丰富，实际上就是技能单一，思维固化。一旦行业发生改变改革，他们就会被无情的淘汰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些人明明察觉到了这种危机，但是因为害怕改变，害怕未知，宁愿继续待在自己的舒适圈里，也不想被现实狠狠的打脸，对吧？他不想换嘛。那么第4个陷阱呢，就像一个4种无形的枷锁，这4个把普通人牢牢的犒劳在这个底层。消费主义掏空你的钱包，娱乐至死消耗你的所有时间和精力，老鼠赛道榨干你的精力舒适圈，限制了你的思想，是环环的相扣，步步为营。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破解这些陷阱呢？其实也非常简单。首先我们要看清这个资本逐利的这个真相。任何鼓励你超前消费的广告，让你觉得买了某个产品就能改变自己的身份的背后，都有资本的影子出现。真正的富人从来不会因为外在的物品来证明自己的身份，他们更注重的是资产的积累和增值。学会区分想要和需要，需要是生活的必需品，想要呢是欲望驱动的消费。每次花钱的时候问自己3个问题：这个东西我真的需要吗？买来它能给我带来实质性的收益吗？不买它又会影响我现在的基本生活吗？其实牢记专注才是这个时代最珍贵的财富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能够保持专注，它就是一种超能力。那些成功跨越阶级的人，无一例外都有一种超强专注的注意力和专注力，他们能够抵制诱惑，长期坚持做一件事。第3，摆脱低效的勤奋，养成思考的习惯。很多人把忙碌当成了习惯，把加班当成了上进，但是真正决定一个人的命运，它不是工作时间的长短，而是你思考的深度。每周至少安排自己进行一次深度的思考和回顾自己的时间，回顾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工作，分析哪些是有效的，哪些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，思考一下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，未来的方向又在哪里。多读书，多学习，多和优秀的人去交流，少刷营销号，不要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，要主动去了解一下不同的行业、不同的领域和机会。最后呢，打破这个舒适圈，迈出勇敢的第一步。改变永远是痛苦的，但是不改变是会更痛苦的。不要等到被迫改变的时候才行动，那个时候往往已经来不及了。从小的事情改变，比如说学习一门新的技能，结识一些新的朋友，尝试一份新的工作，每一次小的突破都是为自己将来更大的突破做准备。记住，这个世界上有2种人，一种是被环境改变的人，一种呢是改变环境的人。前者永远是韭菜，后者才是真正掌控自己命运的一个改革
格点。那么这4个陷阱看似是非常可怕的，但是呢，我们只要保持清醒的头脑、坚定的意识，完全可以突破这个重围。关键是你要早点醒悟，早点行动，不要等到被套牢了才感觉到后悔，那个时候就全都晚了。